Hello，家人们，晚上好，早上好。今天咱们接着聊上一期的话题啊，还是关于这个 AI 冲击的。我先调一下屏幕。呃，前一段有一个很火的这个文章，甚至一度引发了这个美国股市还有金融市场的这个恐慌吧。这个文章叫做《2028 Global Intelligence Crisis》。作者是这个 Citrany 的这个机构，这个机构是一个专门研究 AI 的相关的智库啊。这两个作者应该说他们写出了很多行内和行外的人士吧，对目前 AI 发展领域的一个担忧和整个经济的结构变化的一个顾虑。当然，这篇文章相当的出名啊，等会儿我跟大家说它为什么那么出名。然后接着呢，就有另一个风投公司叫 Quiet Capital 的 Michael Blard，他写了一个针锋相对的文章，就是它上面叫 Crisis 嘛，它这个就叫 Boom，是大爆发。两者的观点呢，应该说一个是极度的乐观，一个是极度的悲观。呃，但是都有一些各自的问题吧。等会儿我们也会详细的分析到。好，咱们就现在往下讲。那第一个就是现在的2026年呢，被视为是 AI 发展的一个奇异点。呃，由这个奇异点开始发展出两种可能性。那在乐观的状况下，就是像上面的这个蓝色的，就是失业率到2028年6月，失业率3.1，那是相当好的一个水平了。那 SP500能够突破12000点，叫做物质生产极度丰饶的时代，也就是 Boom 的这个作者 Michael 的这个观点。那另外的这个危机时间线就是2028年6月，美国的失业率达到10.2%，SP500降到3500点啊。它这里用了一个叫做智力取代螺旋，也就是说 AI 不断的取代脑力劳动者的这个工作，然后节省出更多的成本，更多的节省出来的成本呢又被重新的投入到 AI 的基础建设啊，然后发展出更强大的 AI，然后取代更多的脑力劳动者，变成人类就已经完全逐步的从这个经济和商业活动中消失了。那为什么说刚才这个2028 Crisis 这个文章那么如此出名呢？就是这篇文章在发出大概2天或者说1周内吧，那就是几乎可以认为是它直接导致了上2周的这个 SaaS 股票的这个暴跌的这个核心原因。那这里他用了一个这个 Fortune 500采购经理的一个案例，就是说，那很多 SaaS 厂商原来很牛啊，这个什么 Salesforce 啊，Oracle 啊，还有这个 SAP 啊等等，那原本他们都是期待5%涨价，那其实也严格说也算正常啊，就是基本上跟上通胀的这个速度。那然后这家甲方呢，就用 AI 去自行制作了一套这个自己的这个 SaaS 软件的这个原型，并且威胁这个 SaaS 厂商说，你们不给我降价，那我们就废弃你们了，要用自行研发的了啊，并且他们最终拿到了30%的折扣。那这个是一个真实的案例吧。那确实有这种可能性，也确实出现了这种一人公司或者2、3人公司，在很短的时间内去
完成了一些行业内的传统行业的 SaaS 系统的改造和升级，或者甚至于是说原创出来的一些东西。刚才还在听这个叫人民公园 AI 说的这个里面，他们说加拿大的这个Roof Cloud 就是专门给加拿大这个下雪天以后屋顶坏了呀，那要排工啊，就专门他们做了一个这个小龙虾去给这个修屋顶的这些工人去排班啊，去安排工作，有这么一套小 AI 啊，已经赚了100多万美金了啊，很厉害的这么一个情况。那确实特别对于像 SaaS 还有企业应用软件这种中等规模的应用来说，它又没有什么性能的瓶颈，又没有什么关键的核心技术，说白了，软体工程师基本上就是数据映射啊，这个关系数据库啊，高级一点的那有一些非关系数据的结构，也就是这些东西。那对 AI 来说，它去复制这样的系统，应该说并不是那么困难的啊。可能更关键的反而是像甲方内部的这种真正理解需求，知道自己企业需要什么的东西啊，或者说一些小老板啊，他对这个需求的理解更加深刻，这才是真正这些系统的核心价值和核心资源，而不再受制于传统的开发商啊、实施队伍啊这些东西。啊，这个对企业来说应该是一个很大的利好。当然，这也造成了 SaaS 厂商前一阵儿这个股价暴跌啊，甚至于误杀到像微软啊这种，其实严格说都不算作 SaaS 厂商的这些软件板块。那这里他提出了2种观点啊，第一种叫做智力税的消失，也就是说智力的民主化。那原本所谓的高昂的法律业、金融业、医疗导航，这些成本会骤降，那消费者的购买力会急剧的上升，创造实质的财富。呃，当然这是乐观的想法。那另外一种悲观的想法就是说，一个 GPU 集群就能够产生出过去曼哈顿10000名白领的输出。那结果呢？白领阶级失去了定价权，劳动力的收入结构性的受损。那我个人是倾向于，嗯，当然是我更倾向于悲观的这个观点啊。也许乐观的这种观点，成本下降、受益、整体社会的大繁荣，这个是会发生的。但是也许它会发生在牺牲1代甚至2代人的这个结果之上，因为无论是政府也好，还是社会，还是市场的这个自我调节能力，它都不可能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完成这个结构化的改造，因为我们所谈的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阶层，或者是说某一个专业领域的这种变革，而是整个社会、整个所有脑力活动的这个结构化的变化。啊，所以目前来看，我个人是倾向于悲观的这个结果的。那这里又重点分析了这个ServiceNow 啊，它的增长放缓以及裁员啊，股价受挫。那在这里呢，就是他认为，两方都达到共同的认识啊，就是说，嗯，这个 AI 取代这个人力的这种劳动，它不是一个特例，而是一种基本特征，将来就一定会是这样。软体成本是企业的输入成本，成本下降释放了资本，这是乐观的观点啊。资本释放了之后，那剩下的预算呢？那而是重新分配给研发、市场扩张以及创造营收的新岗位，这是乐观的状态下。那悲观的状态下，那就是面临威胁的企业将成为使用 AI 最激进的使用者。那裁员的资金直接流向投入更多的 AI 算力，取代下一波员工，形成无法刹车的死亡螺旋。那就换句话说，大家今天都在哭着喊着说：“哎呀，做牛马，这个996，对吧？”那可是将来很可能出现的一种状况，叫做资本根本都不需要你，牛马都是最好的结果了，就是
你已经被排除在这个游戏之外。那这个恐怕才是最有威胁、最可怕的一种结果。那这会直接影响到很多的人的生计，对吧？你更不要去谈什么这个社会权利等等这些更高级的政治权利，你连基本的生存都很难保证。那这里还讲到了，就是说，摩擦力的终结与消费者红利。那从乐观的观点讲，房产佣金像美国的话是3%吧，会压缩至1%，因为有 agent 快速的去帮你各家询价比价那总的交易量加速成长，弥补单笔的下降。当然，这是我个人觉得是过于乐观了就是我就算房地产的佣金减一半，甚至减到1/3，我也不会去买第2、第3套房，对吧？这个对大部分人来说没有这个必要。那习惯性护城河的毁灭，特别是像 DoorDash 呢，就是一个送餐的一个服务，很像国内的美团饿了么这种平台。那消费者惰性的平台将被 AI 比价完全击溃，就是他们已经没有生存的空间了。那然后像这种收取手续费的信用卡手续费这个在美国非常多见很多付款项就是你没得选，你只能选信用卡支付。信用卡一支付呢，他就收你2%、3%的手续费。那这样的话，这些中间的这些实力的企业就赚不到钱了，那很容易就消亡。那他这里预估2027年3月，美国中位数的消费者每日消耗大概40万个 token。那这里我也顺便做了一下对照扩展研究。以 Cloud 为例，输入型大概40万个，费用大概会是$1左右输入$2左右。那如果是输出型的呢，大概会是$25不对，说错了就是输入型的40万个 token 是$1左右，输出型的大概是$10那我们大概取个中位数，也就是说每个月人均消费，每天不是每个月，每个月就变成100多了，150了，$150的这个 token 的消耗量，大概是这么一个水平。当然，未来也许这个行业的不断发展 ，token 的价格还会持续走低或者说像现在中国的一些大神，就是大量的在用国内相对便宜的这个token 完成一些相对也很不错的这个AI 的服务这里是2026年10月，预计职位缺口将跌破550万，求职者与职缺比例创造2020年以来的新高。那从乐观的角度呢，它的创业成本暴跌那这么多人失业了，大家都去创业2027年将创下720万家新企业成立的历史记录。被裁员的员工呢，将在4个月内靠 AI 建立起 SaaS 并且获利。这个我觉得也是过于乐观了那悲观的角度来看，失业白领涌入零工经济和服务业，那所有人的工资都被压低，高收入者呢也在缩减开支，导致需求破坏，引发整体的经济衰退。我个人也是更倾向于悲观的这种角度的，因为你希望说失业的人他快速的去建立自己的 SaaS 企业也好，自己的 business 也好，其实并没有那么容易不是说个人的能力一定不行，而是说他的知识层面、他的理解以及他常年甚至10年、20年的从业经验，他并没有那么完备的去创业的这个能力。而且那个时候企业那么多，竞争势必也更加激烈，对吧？那每个人的分赛道你如何走得好，这其实也是对每一个人、对每一个创业者的新的挑战。创业毕竟活下来的也是少数对吧？以咱们所了解的，那100家企业创业能够活下来的可能也就不到10家，能够真正算得上成功的可能也就100里面的1家2家，甚至于万里挑一的成功者那这个里面也就是
这个 crisis 这篇文章里的一个核心观点，就是所谓的幽灵 GDP。大家看右边，就是由于 AI 的能力提升，企业裁员保利润，白领收入受损，消费需求锐减，企业营收下降，进一步投资 AI 以削减成本。那这就形成了一个所谓的GDP 看起来很高，但是实际上大家都没有能力消费，幽灵 GDP 啊。那在乐观的角度来看呢，投入成本下降，服务价格通缩，服务价格下降了，那实质购买力提升，那解锁新的需求与消费，新的产业与职位产生那这是良性循环的角度。那我个人也是不太乐观关于这个问题。那大家可以比对这几年的中国的情况吧。我想通缩应该是大家都能够实际体验到的，吃的东西很多都便宜了。那但是实际上大家的消费购买力以及大家的信心，应该说都没有这个之前的那么好的这个状态整体的这个社会的消费是在下降的。那这里就提出了一个比较应该说比较严峻的课题那这里讲到了，首先我们先讲悲观的这个角度。那美国市场现在有很多私募信贷，那主要来自资金，没有说主要来自一般家庭的寿险和年金。那传统意义上认为寿险和年金呢属于偏保守和防守型的这种投资。特别是像近期大家知道的贝莱德、黑石还有蓝色猫头鹰，在这个信贷的这个杠杆购买吧，它叫leverage buyout 的这个市场，他们实际上发生了很多对 SaaS 企业，因为 SaaS 企业从传统意义上来讲，它有用户订阅，用户粘性高，因为用户一旦买了之后不太容易换厂商或者是不使用，那相对来说它的收入是比较固定的，所以 SaaS 厂商用自己的业务做了很多贷款，做了很多信贷，所以由于这几家大的基金实际上有相当大一部分的这个投资都是投在这些 SaaS 厂商的，所以随着 SaaS 厂商的这个股价的这个面临下跌，那这些基金也会受到这个严重的影响。那最严重的情况就是说，寿险年金受损然后这个保险公司这个叫做信用评级降低，以及私募信贷这些基金会受损。那这就不只是说一个 SaaS 产业这么简单的问题了。当然目前来说SaaS 产业所影响的这个经济层面的这个量是比较小的，它的这个市值总体占美股的比例还比较小，还不至于引起说这种海啸级别的金融动荡。那从乐观的角度说，它的违约局限于2021到23年度的这个leverage buyout 的专案，整体系统损失不超过3%和4%。因为没有挤兑机制，所以没有被迫抛售的压力，金融系统能够成功的吸收这种冲击。那乐观的观点就认为这种阵痛会很快过去，系统会重新的进行自我修复。那还有一个就是说大家很关心的房地产市场那从乐观的角度呢，尽管名目收入下降了，但是因为 AI 突缩，非住房支出大幅下降20%，我觉得这个有点盲目乐观了，太幸存者偏差了。借款人的债务收入比实际上获得改善，违约率最高停留在可控的2.1%。那从悲观角度来讲，优质借款人那只是在贷款的第一天是健康的，那他未来很可能出现失业或者是丢失工作的状况，那他的贷款就变成了这个坏账不良贷款。房产违约的浪潮将成为实体经济衰退的终极加速器。那确实是房地产应该说是相对来说比较保守比较稳健。一旦房地产市场出现这种加速衰退的状况，那对整个美国经济甚至世界经济来说都是一个致命的打击。
那就真的有可能出现1973年的这样大萧条的几年的这种状况。对，这里讲到市场韧性和体制瘫痪。对，像刚才那一页讲到的这个，就算假定说我们的这个日常消费支出降低，可是你的像美国的话，你的税费不会减啊，对不对？那这里他就讲到了，那由于劳动所得占 GDP 的比重暴跌至46%，史上最快的跌幅啊，这是。那政府的税收，因为政府的税收呢是基于人类劳动的时间和这个收入的进行课税。那如果大量的人失业，大量的人减薪，那民众会有强烈的不满。那政客也许会跳出来说：“哎呀，我们应该征收 AI 算力税，并且进一步的推动财富的转移。”对，那就是说白了，你收 AI 的算力税又怎么样呢？最终还是跟我普通人的劳动收入没有任何关系啊。那乐观的观点就认为，政府的干预变得不必要。2028年一季度，受惠于 AI 驱动的企业利润扩张与股市资本利得，国家财政轨迹完全恢复。我觉得这个也是过于乐观了。这才从今天算起才2年，那这么庞大的一个体制性的改革，不叫说改革啊，甚至可以说是推倒重来啊。那我个人认为不大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它一定会对美国的整个管理体系、政治、金融、呃资本本身这个体制会需要一个重塑。它绝对不会是这么短暂的阵痛，它一定会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啊、通过很多挣扎，甚至于大家有上街游行，甚至于流血、死亡等等，才能换来一个新的制度的变革，或者说才能建立起一套新的这个体系，去迎合这个时代的这个发展。对，这里又是很积极的一面啊。那偏远乡村的24、25岁青年，他拥有了去以前大城市和富人能承担的顶级的法律和专业金融的 AI 顾问啊，只需要20块钱每个月。那 Nigeria 的这个小企业主，一个人就可以开发出匹敌旧金山以前200人团队的软件产品。还有一个受益人群呢，就是固定收入的退休组，他们在拿取年金、拿取退休金的情况下，因为他退休金基本上是固定的嘛，就算加上有一些带通胀能力的，每年给你增长个3%、4%，但他基本上他还说他的年金收入、退休金收入是固定的，那这些人他实际上他的这个实际购买力是增长了的，那这个有点像现在中国的这个情况，就是老人家退休金很高的这些是最幸福的，年轻人苦苦哈哈奋斗一个月其实挣不了几千块钱，那很多退休老人反而有几万的收入，就有点类似这么的一个情况。那他这里认为就是说，不是零和游戏，而是系统总生产力的无限扩张。那这个我个人认为还是过于乐观了。那就算生产力扩张了，实际上受益的也绝对不是所谓的普罗大众，那一定会被这个资本或者是说财团，他们会垄断这个权利、社会权利和这个资产。那悲观的观点呢，就是 SP500下探到3500点，那金融体系花费了几十年建立起的这个针对人类心智稀缺性所建立的这个定价模型，将面临毁灭性的重新定价。那经济虽然并未彻底崩溃，但是找到了一个新的平衡点，生产力红利则完全流向资本和算力所有者。mega 七巨头可以说会富可敌国。幽灵的 GDP 的实体化，产出非常高，但因为消费者人类失去了赚钱能力，消费经济枯萎，那可能只有一些基建呀，这种政府项目啊，那这些还会是红利，但是消费这一块被严重的削弱。这里的分歧的症结，那我们对经济系统的根本的
假设，那我们假设在繁荣的这个情况下，极度的适应性，人类会利用释放出的时间与低成本工具创造新的价值。那在悲观的角度呢，僵化与瘫痪人类的技能被永远的降级，只能向下流动至第一星的服务业。这是两种观点这个不置可否，我认为都有可能。关键看我们的教育能不能跟得上。企业支出，那预算重新分配，省下软体与人类的成本，转化为扩张与研发成本。那这当然是好的啦，那有更多的钱可以投入下一步的生产和研发。但是呢，它也可能是需求破坏，省下的成本纯粹为了保住利润，导致整体经济动能萎缩这个我认为也是非常可能出现的一种状况。经济系统的本质，那开放了扩张系统 ，AI 扩大了总的生产能力。那从悲观角度讲呢，变成了封闭零和系统 ，AI 仅仅是对人类劳动的1:1的廉价替代就完全是把人类挤出了这个社会生产的这个关系网里那是的，金丝雀已经在唱歌了就是我们已经嗅到了这个一氧化碳的这个气味不安全了。那我们能做什么呢？他这里提出了几个建议大家应该关注这几个指标。第一个是劳动力的流动，那一个是追踪白领初次申领失业救济金的人数，还有呢新企业注册量就是刚才其实提到过，就是说失业的白领怎么办？创业呗，对吧？那这里就是他建议大家去关注的一个指标。那作为消费者行为来说呢，强烈的建议大家关注消费信用卡交易的成长是否能够抵消这个单笔交易金额下降那就是一句话就是说消费降级是肯定的了，但是像信用卡的交易会不会大量的激增呢？对吧？就是用量来替代这个单笔的额度。还有就是刚才讲到过的信贷市场，21年到23年的这个 LBO 的债务重组，以及房贷借款人的初期违约率就是刚才提到过的房地产这个贷款的违约率，还有就是这种债务重组，利用杠杆去收购这些 SaaS 公司的这个新闻的状况。对，作为投资者呢，问题本身不在于 AI 是否会颠覆经济，而是这是历史上最强大的通缩力量，到底是让我们变得富有还是变得贫穷？那在2个世纪的历史当中，就是近代的2个世纪当中，压住科技驱动的通缩会摧毁人类生活的水准，每一次都是错误的交易。但是通过通往丰饶的过渡期，将无情的惩罚那些依赖摩擦力就刚才说的什么 agent 的这些询价差价，还有旧定价模型就是盘点你的这个护城河，看看有多少是建立在人类处理复杂事物的惰性之上的就是我不愿意去干这个事儿，就交给现有的 app 呀，现有的业务模式让他去帮我处理。那还有至于这个人类智力稀缺而定价比方说像传统的 SaaS 以及这个依赖手续费的金融中介这些都是这2篇文章建议大家去关注的这个应当清楚的资产。那最后是我做的一点总结，作为普通投资者普通的牛马吧，那应该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操作？那第一个就是我个人认为，首先要调整自己的投资组合，清除你的所谓的摩擦力，还有 AI 易于取代的这类型的资产。这具体有什么我就不去详述了大家自己根据这个文章的这个精神，大家自己去思考和揣摩吧。那在投资上面呢，适当的增加 AI 板块，
如果大家觉得现在的这些明星股什么 Meta 呀，Tesla 呀，这个英伟达呀，大家都觉得太贵，那可以考虑增加一些基础设施和AI 创新型科技企业。那像最近美国股市非常火爆的几个板块，都是跟这个 AI 数据中心建设相关的，光通讯板块还有这个基本的一些晶片板块，好几家企业都是短短3个月时间都已经增长了5倍、10倍的，都不乏这样的个股这个还是很值得大家去关注一下的。这些基础产业的这些股票其实相对来说就没有那么贵。另外可以考虑增加一些更为基础的，像电力、能源、贵金属和有色金属这些板块因为这些东西是目前看 AI 是完全无法取代的并且还要依赖于这些产业的这个供能供材料这方面的。那第三个就是大家很熟悉的房地产等不动产的板块。当然这个板块目前看还并不乐观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整个房地产板块其实低迷了好多年了。但是房地产有它的优势，就是说它可以稳定的收租对吧？就算跌了，跌得再厉害，毕竟它还有块地在那有块地，有个房子在那儿。无论是自住也好，出租也好，还是做生意也好，毕竟它还有它可用的价值。但是一定要注意，就是以房地产为例，就是 location，你的房子的状况地点是否适合进行这种在消费降级的这个背景下你的房子是否能够以一个很好的模式，或者说很好的相对来说不用那么操心的方式去作为一个资产存在包括有朋友介绍的这个利用一些物业管理公司帮你去代理那其实上如果能找到合适的可靠的这种物业管理公司，对房东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利好。因为你虽然花掉一些成本，但是真的可以很省心，就是真正的把这个东西变成了类似于像这种股票投资的这种方式很省心，你只需要在买卖的时候去解决问题就行了。剩下的什么水电管道空调甚至于跟这个租客发生纠纷实际上大部分时候这个呃房东都不需要出面可以很轻松的把这些问题化解掉。那第二个建议呢，就是削减任何不必要的生活成本，把现金投入到实实在在的资产中去那这个资产很简单就是能够帮你产生现金的就叫资产那现在大家可选的资产很多贵金属股票这个甚至比特币这都是实实在在的资产。那我认为现在不是讨论生活质量不要降级，要维持原有生活质量的时候，现在是到了人类要活下去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危机感。那第三就是积极的创业和再就业。如果可能，如果你现在已经是一个 AI 的专家非常或者是一些行业的专家有自己独特的这个领域、独特的行业，那如果可能的话，充分的利用 AI 的红利，创造自己独特的赛道我认为这个创业的难度，在有了 AI 的加持和 AI 的辅助之后，对很多在某一些领域有才华的人来说，是一个极大的利好比方说有一些行业的专才，比方说画画的画家或者是说这个我就是懂这个外贸就是这个外贸里面报关怎么报等等，这个生意怎么做，我很清楚。但是呢，我就是不太具备财务知识或者是公司管理的知识。那这方面，我想 AI 是可以给很多人提供非常大的帮助的。我想这也是为什么这2周国内这个大家也形成了快速的这个养虾热不管有没有这个 IT 背景，大家都想进来养一个虾有一个绝对服从的这个 assistant，
我想对谁来说都是，对每一个小老板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大的利好。那如果目前从事的是一些相对低创造性，容易复制的脑力劳动呢，应该尽早的投身，包括需要与人沟通的，需要建立情感连接的，那再退一步，或者说就是纯粹要求体力的工作这些工作它的价值相对来说会逐渐的提高，而不是像咱们传统意义上说的这个白领就是高薪这个硅谷的程序员就是高薪，可能很多时候嗯未来将不会是这个样子，甚至于再严重一点，像美国传统的高薪领域，医生、律师都会受到波及。那第四就是关于未来了，那可能有一些朋友都是有孩子的，那教育是必须要变革，这个我想最近大家在这个马云马教主的这个近期的讲话上就谈到过这个问题。那这里我想强调就是说，自主动力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一直认为孩子